曾经有一位学霸，10岁参加高考，13岁读硕士，16岁读博士，成为当年最小的硕士生，最年轻的博士。然而，正当人们以为这样的神童定能成大器，成为国家栋梁时，他却选择躺平啃老，甚至说出一辈子靠父母都能生活下去，并扬言他们还欠我一套价值千万的北京房子。那么这位神童经历了什么样的成长过程？年近30岁的他，如今的生活状况又如何？这位神童名叫张新阳，90年代出生在辽宁一个普通家庭，母亲是高中教师，父亲是一名社区工作人员。张新阳父母虽为普通人，但他们的孩子却智商高达140加，2岁半就认字2000多个，5岁就学会2年级课程，不到半年就升到5年级。进入初中后，张新阳的表现依然非凡，每次考试提前20分钟交卷，而考分照样名列前3。看到儿子天赋异禀，具有过人的学习能力，张父决定专心培养儿子，让其早日成名。于是，张新阳初中未读完，就退学回家自学高中课程。3年后，年仅10岁的张新阳第一次参加高考，就考出505分的好成绩。尽管分数未达到985学校录取线，但比2本线高出了50分。张父心想，凭借孩子的学习能力，4年后考上研究生，再读博士应该不成问题。因此，小年纪的张新阳进入天津一所2本学校本科，成为了全国年龄最小的大学生。考虑到张新阳生活还不能自理，张新阳父母跟随孩子到天津陪读，张父辞去工作，张母则调到大学附近一所学校教书。日常生活中，为了让张新阳专心学习，除了读书外，张父几乎不让孩子做其他事。吃饭喂到嘴边，衣服穿在身上，导致张新阳的生活自理能力很差。不出意外，张新阳仅用了3年时间，就完成大学本科学业，考上北京一所985大学读研。于是张新阳父母又跟随儿子到北京陪读，他们希望儿子在北京安家落户，成为真正的北京人。而张新阳也向父母提出要求，他希望父母在北京买套房子，并以此要挟，不买房子就不读博。在张新阳看来，如果在北京没有房子，即便读完博士也不能安家，况且留在北京也是父母的安排，因而父母理应负责。为了让张新阳继续读博，张新阳父母在北京租了一套房子，谎称是买的房子。然而纸总是包不住火，很快张新阳就知道了事情真相，为此与父母大吵一架，最终双方妥协让步。16岁的张新阳考上了北京一所名校读博，成为全国最小的博士生。可是读博期间，张新阳却坎坷不断。由于多年来张新阳靠着书本知识自己学习，应付考试，也因此缺少系统教育的学习思维，思考问题缺乏深度，结果在科研方向上走了不少弯路。最终张新阳用了整整8年时间才拿到博士学位。博士毕业后，张新阳也未如愿留在北京，而是到宁夏一所师范大学教书，工作一段时间后便辞职离开。目前张新阳在外租房住，和朋友合伙接项目。由于工作不固定，收入也无保障，之前的存款所剩无几。而对于此，习惯依靠父母养育的张新阳并不感到焦虑，因为每2、3个月父母就会给他一笔钱，甚至他还表示，父母还欠我一套北京的房子，到现在也该值1000多万了，若有需要他们会兑现给我。如今无业无房无贷一身轻的张新阳，住着出租房，吃着10元的快餐，沉默寡言，无欲无求，早已失去年少时的意气风发。张新阳从小天资过人，独立学习能力强，本该拥有大好前途，但却因为其父母急于求成，为了快速出人头地，选择频频跳级，结果让张新阳失去了应有的生活锻炼机会及深度思考问题的能力。最终张新阳因缺乏生活自理能力和心智不成熟，无法面对社会，只能躺平啃老。不禁想起一句话，欲速则不达。在孩子的成长路上，
快速不会成功，拔苗只会伤害。孩子的成长与自然界万物生长一样，春种夏长，秋收冬藏，少一步都不能成型，跳一级都不能结成果实。因此，要想孩子健康长大，只有敬畏规律，陪伴成长，如此，孩子才能成为心智健全、对社会有用的人。